那年，美队选择了最忘本的打法。I know guys with none of that worth 10 of you. I've seen the footage. The only thing you really fight for is yourself. You're not the guy to make the sacrifice play, to lay down on a wall. 激素小子，你没有心，没有血清，你可能不一定能成为英雄，但没有战甲，托尼一样可以成为钢铁侠。一边靠着钢铁侠父亲的激素获得力量，一边又要嘲讽人家什么都不是。你难道忘记当初在军营里的你也是个经常被欺负的男孩吗？没打激素前的美队身材瘦小，体弱多病，连征兵都过不去，常年在街头被人欺负。而超级士兵血清给了美队超越人类的体质。后来托尼的父亲更是把盾牌交到了他的手上，成为他的标志性装备。反观托尼从小到大都是顶级学霸，当年被恐怖分子绑架，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山洞中手搓出1代战甲。后来纽约大战中，他扛着核弹飞进虫洞，即使知道自己可能回不去，可他依然还是选择这么做了，因为他觉得如果他不去，整座城市都会消失。所以你美队千不该万不该，都不该说托尼是个只会躲在护甲里逞英雄的人，反而是你在得知杀害托尼的父母因冬兵而死时，你却选择了隐瞒。You didn't know it was him. You did a shitload of measures that you know. That shield doesn't belong to you. You don't deserve it. My father made that shield.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这出老有骨气了？你灭霸叔叔都没把托尼弄得这么狼狈过，而美队也是典型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一边拿着钢铁侠爸爸给的激素和盾牌保护杀死他父母的凶手，一边又对托尼下死手。托尼看着这个他曾经用命护着的战友对自己下手时，整个人都呆愣住，不只因为想到父母的惨死，而是因为美队明明知道真相却不告诉他。而美队作为永远正确的队长，他口中的对错从来只分亲疏不分黑白。他记得冬兵的身不由己，却忘了霍华德夫妇无辜惨死。他心疼冬兵被操控被利用的悲惨遭遇，却从未半分怜惜同时双亲背负血海深仇的托尼。他可以为了旧友背弃真相，漠视公理，却不允许托尼有半分埋怨。后来在与灭霸的第一次交手中，托尼拼尽全力，最后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亲友离开。那时候他在想，要是复仇者全员在这儿，结局会不会不一样？等回到地球后，全程缺席的美队来到托尼身边，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灭霸的下落。可这句话让托尼瞬间绷不住了。那些死去的人本来可以不用死去的，在那么关键的时刻，你美队又去哪儿了？所以面对美队的质问，托尼彻底失态。 We need you. You're new blood. A bunch of tired old mules. I got nothing for you, Cap. I got no coordinates, no clues, no strategies, no options, zero zip, no trust. 他可以接受美队的背叛，但他接受不了美队对守护这个使命的缺席，因为这场失利的代价是1半宇宙的生命，是他眼睁睁看着那个把他当作父亲般看待的孩子消失在自己的怀里，他什么也做不了。后来最终决战中，托尼本可以拒绝蚁人的计划，还有1万种理由说他不想做，但他最后还是选择去了。曾经美队问钢铁侠，你脱去战甲还有什么？现在托尼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他。真正决定一个人是不是英雄的，是当所有人都可以选择后退的时候，他有没有选择留下。而钢铁侠的最后一个响指，就是他给这个世界的答案。他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守护。所以当那句我就是钢铁侠成为最后的回响时，真正让人难过的并不是钢铁侠离开了，而是那个曾经最不相信自己会成为英雄的人，最后却成为了所有人心中最无法替代的英雄。他没有盾牌，也没有血清，可到了最后，他依然成为了那个拯救世界的人。这或许才是钢铁侠这个角色最动人的地方。英雄不需要被赋予英雄，是自己选择成为。